大家跟我往这边走，这棵万年古树就是苗疆人信奉的神树，传说它能占卜过去和未来。哇，又粗又大。 这颜值拍下来发朋友圈绝对被爆赞，10个人围成圈都 baby 能还不住它吧？这树林估计得有上千年，赶紧拍下来存着，回去给室友们看看。若是在古代，我们根本没机会看到这棵神树。这里是生苗的地盘，不允许外人随意进入。什么是生苗？苗疆地域辽阔，苗疆人称生苗和熟苗，熟苗已经被汉化，除了服饰延续下来，其他基本同汉人无异。而生苗就不同了，神秘诡谲，他们与世隔绝，不通汉语，只用苗语交流，且不与外族通婚。据传巫蛊盛行于几千年前，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都是骗人的。 估计导游又在故弄玄虚。死都不会想到我会被毒蝎蛰死，就离谱！我还没毕业呢。宿主，你还好吧？快醒醒，好像有人来了！映入眼帘的依旧是这棵堪比擎天柱一样的巨树，只不过似乎哪里有些不一样。这不是我刚才旅游的地方吧？ 这是什么语言？完全听不懂。这里到底是哪里？导游和其他游客呢？糟糕，是巫蛊族的人！宿主快跑啊！这里已经不是你原来的世界，已经不是你原来的世界了。当时反派顶秦谷的时候，被主角团里一个正义玉佩发现并阻止了。最后那个炮灰女巫被古铜啃食殆尽，连根头发丝都没剩，死状特别凄惨。不会吧？宿主，系统检测到，反派一旦给女主种下情蛊，就会利用女主操控男主，到时候你也会彻底消失，再也回不去现代。由头想办法！哎呦我操！一个外族的呢，乔蛮名片。 宿主，他说一个外族人而已，乔巴宁下的，送上门来的服务。看背影年纪不大，身形很帅气，这就是异路世界里的人吗？看着好诡异。是了，这里生有异同的，除了反派乌离，还能是谁？你这下完蛋了，刚穿越过来就遇到大反派，我也太惨了吧！宿主，撑住啊！靠你的美色，美色！美色有个球用！我别。怎么可能？是你吗，阿哥？你就是出现在我梦里的那个人。明明我才第一次遇见你，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这就是人们说的一见钟情吗？松开！谁是你阿哥？蠢货！阿哥是随便叫的吗？更何况，一看就比我老。阿哥当然不是随便叫的，在苗寨里只能唤自己的情郎为阿哥，这是情人间独一无二的专属称谓。切换到汉语体系中，大地恩动于宝贝、亲爱的老公之类，有戏。说想到呢，谁能想过女主成功未胜利心死，还被炮灰断脚废坏了好事？难怪会气到让对方尸骨无存。这该死的女主情蛊！阿哥，无论你种情，天下有千千万万貌美的少年，可我偏偏只倾心于你，真是奇怪。闭嘴！情蛊发作，杀还是不杀？若是杀了他，自身也会受到反噬。再养肥一点，到时候解了蛊，再把他丢进山洞里喂我的木符们也不迟。小杂种，族长让你放血喂蛊虫，怎么磨叽个半天还不出来？狗杂种，听到没？跟在我身后，接下来不许说话，我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明白吗？阿哥，你叫我站着我绝不坐下，你叫我往东我绝不往西，你是我的神，只要不杀我，你再敢叫一声阿哥，我就拔了你的舌头。好的，阿弟。虫子呢？嘴里明明什么都没有。的外族女，杂种你完了！快去告诉族长，他竟敢私自把外族带进了古洞。书中的乌离从小就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巫术能力，并且他的血液是巫蛊族中视为神血的一脉，这样优越的先天条件，要是放到门派中，不就是老祖最欣赏的宗门天骄吗？为什么这些人看他的眼神像是在看瘟神？幸亏自己有剧透，只要努力填反派，他的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中原人的术法吗？想学？我的嘴里居然藏着一只虫子！这是手语，我刚刚表达的意思是对不起。从小到大，第一次会有人对我说出这3个字。那你愿意替我接受惩罚吗？只需要挨30鞭，最多皮开肉绽，死不了。我有止血去疤的药草，可以借给你用。当然愿意，我可以为了你做任何事，不管上刀山或是下火海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我也给你摘下来。情蛊果然好用。
真是没用。你是吃什么长大的？豆腐吗？软趴趴的，走几步都快散成浆糊了。我劝你最好能扛下那30鞭，否则我可不会浪费一只赤血蚕来给你续命。我怎么可能比得上这种山里长大的人？真是倒霉透顶！我今后一定好好锻炼身体，我快渴死了。你瞎了吗？你确定这是人喝的饮用水？连水要烧开喝都不知道吧？你不是快渴死了吗？人都要死了，还有什么咽不下去的？喝！我倒要看看被青爱操控的能对我言听计从到什么地步。我选择渴死。宁愿渴死也不喝吗？可是我喝过呢。无礼！怎么把一个外族人带来了乌寨？是清澈干净的水，还微微带点甜。活到这把年纪，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被泼了水还那么开心舔水喝的。倒是比我想象的年轻，难怪会喊我阿哥。这么大力，他也不怕给自己磕傻了？他是我在洞里捡到的，正好当做药人养，用来试我的蛊毒。胡说！尸山外围四处弥漫可致人迷幻的瘴气，这个中原人怎么可能走得进山脉深处来？一定是有人把他领进来的。说，是不是你？族长，这个方本就流着1万外族人的血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。我在古洞里饲养幼虫，半步没有离开过。你们几个不就在守在洞外吗？我有没有出去过？难道你们不清楚？我说的话句句属实。族长若是不信，可以用竹君子测我。想养药人可以，凡是领了外国人进寨，必须要受惩罚。领30鞭，把衣服脱了。让我来，抽我！原来被人保护这种感觉啊！只可惜这一切只是毒蝎的功劳，操控下的虚假关系，那我便心安理得享受着吧。族长，有人愿意替我受罚，这30鞭请赐给他。他还真是一点不带客气的，你个没有心的反派，怜香惜玉都不知道，难怪女主不会爱上你。亲爱的，我说过的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，关键时刻还得再演上一波，不然怎么对得起我受的皮肉之苦。亲爱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该死的，这蠢货不会是替我挨了鞭子，所以想亲一下作为报捷吧？这女的要是敢碰我一下，那就死定了。宿主，你确定扛得住吗？瞧这细胳膊细腿的，我真担心你扛不住一鞭子。问题不大，不就是一根藤蔓，又不是刀枪剑刃。好嘞，宿主 ，Hello， 太好了，是脆皮，我真的会写。好晕，这是哪里？鼻尖好凉，还有青草味儿。天都黑透了，哇，星空好美，密密麻麻的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星星。流星！许愿许愿，一定要发财，一定要复活回去。在这里每晚都能看到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你猜的没错，我一鞭子就晕了，剩下的29鞭不会都要我补吧？本系统从严都反派他来了，第一次遇到像你这么脆皮的宿主，主线剧情都还没进入，你就差点挂了，我会被扣光绩效的。好油条，好油条，你先保持安静啊，我先去安抚一下反派，不然任务更难完成了。阿弟，你受伤了没？武离，记住我的名字，要是再乱喊，我就让他钻进你嘴里，从舌头开始吃起，然后再从你的喉管一路往下。他最爱吃少女的心心，尤其是鲜活跳动的那种醉步。乌离，我只是担心你，伤在你身，痛在我心，可以让我看看你的伤吗？你确定要看？太可怜了，我只比他大1岁，还能跟爸妈撒娇，他却这么苦。我一定要完成任务，复活回去，不能让爸妈阿妈白发人送黑发人。看看看，脱给你看就是了，哭什么哭？待会儿被吓到，可别怪我。这些虫子是大祭司养在我身体里的，能止血，要不要送你几条？疼吗？如果疼的话，可以分我一些。蠢货，这赤血蝉稀有的很，真当我都要受罚？此处生气，我的身体就不属于自己，竟然会有人问我疼不疼？你叫什么？柴小米，好听吧？柴米油盐最平凡，但每个人生命中都不可缺，我就是不可缺少的存在。真难听！怎么难听了？别吵我！明日一早我要去山上打猎，送猎物去日拜。你要是不想死，就老实待在这儿，一步都不许离开。猎山猪本是今天的任务，因为受罚耽搁了，明天必须早点起。他是真的睡了，还是不想搭理我？宿主请注意，女主即将出现在本地图，准备进入主线剧情。乌离说，明日一早要去打猎，还要去日拜。日拜，想起来了，
女主宋月瑶最初就出现在日拜，那是苗疆最大的洞寨。族长齐老有一颗能吸纳妖灵之力的幻彩石。现在中原战乱，邪祟四起，女主父亲是梁崖州主君，为了幻彩石，要把不受请的女主嫁给日拜联姻。乌离会对女主一见倾心，献幻彩石下情蛊，直到沙炮灰被撞见才黑火。所以我不能让乌离获得幻彩石，只要他没有幻彩石送给女主，女主就不会这么快放下对他的戒备。没错，宿主你先一步带你去日拜的意思，他要你待在这里一步不能离开。这好办。长久独处的地方，突然多了一个人，真不习惯。阿南，找找山猪的踪迹。日拜和梁崖州联姻，族长当贺礼，终究是我一个人的活儿，吃猎只会抢功。那只鹰真听话，要是能据为己有就好了。屋里这个也就只能和牲畜说话。不用藏了，出来吧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过来帮忙！再不跑，可就来不及喽。乌离，你忘了自己是什么东西了？居然敢用弓箭对着我！屋里的箭术是全寨最好的，甚至能射穿空中的萤虫。我不能怕，我是大祭司的侄儿，他不敢伤我。你要是敢伤我，大祭司会让你求死不能。我要请大祭司做法，让你阿娘在阴司永世不得超生，让你死后魂魄永固，成为山鬼的奴仆。好厉害！刚才那一瞬间，心脏都漏跳了一飘。果然，屋里你也不敢拿我怎么样，就是个怂包。怎么回事？身好像有东西。救命啊！乌离，救我！赤山神灵的邪祟，老人们说过不招惹就不会被攻击。屋里居然敢射枯树妖，他怎么能看出来这树有问题？乌离，你故意害我，大祭司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没错，我是故意的，但谁会知道呢？除非这林子里还有第三个人。完了完了，被发现了！我本来就是想找机会求他带我效拜，看到赤烈恩跟踪他才没敢出来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原来刚才那句苗语，他不是对赤烈说的，是对我说的。他早就知道他发现我了。我都说了，不用藏了。你打算躲到什么时候？看清楚了吗？偷偷摸摸跟踪我，就是这种下场。回去，在这里老遭罪了，姑姑。这模样倒是比刚才镇定的时候好看多了。不是讨厌眼泪吗？我就把眼泪全擦你身上。我偷偷跟着你，还不是因为担心你吗？喂，我没想真让你被树干吸干。要吃也只能轮到我古洞里饲养的那些毒物。你起开！刚才是怎么回事？像是被无形的绳子捆住了。你也会巫蛊之术？啊？呆傻一看就不聪明，怎么可能会巫蛊之术？应该是情蛊的关系。我闭着眼倒着走都比你快。活该女主看不上你，性格恶劣，手段狠毒。等等，啊？怎么了？是那条蛇，之前爬我脖子上的蛇。古老咒语呢喃。他在给蛇下指令吗？到底要做什么？别担心，就算死不了也很疼啊！你有病吗？肋骨都断了。就是要让它断。快让我瞧瞧，狐狸，你可不能出事，知道吗？你要是死了，怎么不脱了？心跳好快，
我刚才太急了，他会不会误会？宿主，你刚刚那架势，简直像是要扑倒他，把他吃了一样。我只是急昏头了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嘿嘿，宿主别洗了，你心率都直飙200了，就属你的，承认吧。当初做的一见钟情是大实话，对不对？我要投诉你，我要换系统，换成豆浆。莫拉哥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想看看你有没有事，没别的想法，你别误会。你刚刚说我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，为什么？我总不能告诉他，他死了世界就崩了吧？因为我会殉情。殉情，真好，有人愿意陪着我。放心，我死的时候一定会烧上你。我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赤烈被树怪吃了，赤烈被山中树怪吃了。走，我们冲进山林，把赤烈的尸骨带回来，杀了那树怪！都给我站住！你们妄想凭借这些铲除树怪？巫蛊族虽以大多族人只会些捉弄人的小把戏，真正精通玉蛊诛邪之法的凤毛麟角。眼下全族上下，唯有大祭司才有与山中期15日，中途贸然打断，功亏一篑啊！你该感谢大祭司在你身上养的蛊毒，一般妖邪不敢侵犯，才让你捡回了一条命。别忘了，你是寨子里的狗，是狗就得护主，每个族人的命都比你金贵。就算救不回赤烈，你也得把他的尸骨给我带回来。这是什么鬼发言？屋里已经伤成这样了，他凭什么这么说？咬人而已，与蛊虫无异，连狗都不如，居然毫发未伤。哼，他倒是毫发未伤，跟着你回来了。族长，他没去。你敢拦我？族长，他真的没去，不该受罚。族长，今日要送去的日拜的马车已经备好，即将要出发，可贺礼还缺一样。日拜和梁崖州的联姻是头等大事，今日便是那位公主驾临之时，3日后便会举行婚礼，苗疆各地都会献去厚礼，懈怠不得。可巫蛊族深居简出，从不对外万亿往来，拿得出手的东西并不多，除了稀有灵参、灵芝、补品药材、翡翠原石，原本按照习俗还得在连头野山猪摆在头车，可现在去猎已经来不及了。你即刻跟着车队一道出发，到了那里献出一只赤血蚕给日拜的族长。赤血蚕关键时刻能续命，可比野山猪珍贵千百倍。在3日后，日拜婚礼结束时回来。这族长哪有空吧？为了一块风干人皮，还要让乌里以身犯险，何况他身上还带着伤。是，这要人，我得一起带去日拜，他没我会死。好，我还在思考一会儿使用眼泪攻击，迫使乌离带他一起去，没想到他会主动要求。少年人呐，真是单纯的可以。这世界谁离开谁一样活，地球照样转。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有像赤血蝉的幼体必须养在人的身体里，成熟才能取出。别让他在外面坏了规矩就行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终于如愿能去日拜了。面对即将迎来的主线剧情，我既紧张又有点期待。反派我已经提前见过了，不知道女主和男主长啥样。男主说不定比我，这次会在男主看到乌离这张人神共愤的脸，谁能不迷糊啊？哼哼，宿主，看吧看吧，你就是见色起意。怎么还是你？豆浆呢？哼，还敢吐槽我，这下知道闭嘴了吧？给。这是什么？水。臭水沟里的水。不喝算了。我没说不喝呀。臭水沟的水怎会用这般干净的竹筒来装？哇，清爽中还带着一丝甘甜，好好喝。从这个角度，恰好能清晰看到他仰头饮水时白皙的颈脖细微的鼓动，那干裂的山泉顺着他的喉管滑下，一路向下，再往下。我怎么会突然觉得口渴？你喝吗？他喝过的位置。
这嫌弃表现的也太明显了吧？至于吗？你的伤好些没？骨头还疼吗？出发前我就问过乌离了，他体内的赤血残虽会吸食他的血，却能加快伤口愈合，不然他怎么可能带着我策马，还把我拎小鸡似的拎上马背？把嘴闭上，别吵我。真是恶劣，前一秒还贴心给我水喝，下一秒就这么冷酷，拽得跟欠了他500万似的。晨光和银辉缠在他身上，也太好看了吧！看什么？你的耳环真好看。你的耳环真的越看越好看。看够了，喜欢以后给你也打一个。真的吗？和你的一样好看吗？终于到玉拜了，这吊脚楼可真壮观，红灯笼亮起来，倒有几分热闹。太好了，终于有床睡了！太好了，终于有床睡了！玉拜不愧是苗疆最大的寨多，一看就很有钱，出手也太大方了。这客房也太精致了，还有兰花呢！哇，好美！满目的暖色光点，灯笼挂得密密麻麻，把整个夜色都照亮了。可算能泡澡了！从昨天到今天出了那么多汗，我都快馊掉了。那个臭无离就知道给我食物，连日常清洁都不管，太过分了。水温刚刚好，就像天然温泉，太舒服了，所有的疲惫都没了。没别的衣服穿，只能睡了。希望衣服一晚上能晾干。走了啊！有意思，居然敢锁门，看来又能逗逗他了。不要，又是这里！神树，那个被绑在树上的女子是谁？肯定是他干的，怎么这么喜欢把别人的恐惧当成乐子？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进来的？没人告诉你不能随便进女孩子的房间吗？这没有人告诉我，不过这是我的房间，在外人眼中，你是我养的药人，和宠物没什么区别。你没有资格分配到客房。你要是求求我，我就让你睡在房内。我求求我，来过你睡那儿，我睡这儿。竟然要我求他，管他什么反派，一点直绅士风度都没有。我不求，我睡外面去，姑奶奶不伺候了。不行，不能睡外面，求我。不求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重新说。就不求。很好。糟了，他肯定看到了。你转过去，不许看。我好像看到了，一晃而过，没看清楚。他的头发好软，还有……红哥，回来！穿上，我数到100就进了。
养蛇、养虫、养蝎，什么毒物我都养过，唯独没养过人。除了喂饱肚子，居然还有这么多麻烦事，真是麻烦。1、2、3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98、99。换做以前，我连1秒都不会浪费在等人这种事上。这次就数到100吧。无理，好看吗？勉强能看，也不算太差。这是我养的，只能我看，月亮也不能窥视。就穿1晚上，明早等你自己的衣服干了，马上换回去。但是别以为你给我送了一身衣服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你得给我道个歉。宿主，你要找蛤蟆，我的命好苦呀，我的头可不稀罕，原则不能丢。我可以为了保命做反派，你也住这间屋，但是你一声不吭进来，故意放蛇吓人，该看的不该看的你都看到了。给句道歉是最基本的绅士行为吧？绅士是什么？绅士就是优雅有礼、尊重女性、谈吐有修养的男子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好男人。绅士好男人，简直可笑。严格来说，我或许连人都算不上，体内养了那么多毒物，只能称之为怪物。你觉得我像好人，很遗憾，要我道歉，可笑。我这辈子就没对任何人产生过歉意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和你说话了，直到你道歉为止。不说话最好，以为谁稀罕跟你说话？这位子归我了，别跟我抢，你爱上哪睡上哪睡去。刚刚还安排我睡长板凳，他睡床，短短一会儿功夫又变卦了。千比6月的雷暴天，晴空万里，转眼的9点，神情竟然毫无防备。这么大一张床，他不睡那最好不过。不行，太得意忘形了，万一他临时有鬼怎么办？得害死在床上才行。刚刚才把我吼回来，现在又召唤我出来，主人真是阴晴不定。去，给他一场变成哑巴的噩梦，梦境里叫他一辈子开不了口，遇险呼不出救命，逢喜笑不出，送他一场美梦吧。看那不禁吓得怂样，一鞭子都能打晕。走些山路上气不接血，别一个不小心被吓死，那我的情蛊毒蝎可就一起消失了。在屋里挂1晚上，怎么可能会干？啊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其中一件是片单薄的三角形，布料上竟还点缀着稀奇古怪的图案，好像是很多只小兔子。另一件则是2个圆形的布片相连，又下意识捏了捏，指腹传来柔软的触感，里面似乎塞了棉花一类的东西，怎么和我印象中中原人的服饰不太一样？哎，今日刚到的梁崖州公主出马车的时候，我远远见着了，果然和传闻中一样，是倾城之子。难怪叫灵宇州的江少主念念不忘。听说当初那位江少主可是求着父亲，想要娶身为人质的梁崖州公主，2州素来不如。要不是江少主力保，说不定梁崖州公主都没命返还故乡。鬼还故乡又如何？才过多久，还不是又被当做联姻的妻子嫁出来了？咱们族长也真是越来越荒唐了，居然舍得拿幻彩石来和梁崖州做交换。别被族长听到了，他娶了多少美人，不然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幻彩石，联姻棋子，看来这日败族和梁崖州的交易不简单，怕是会影响我的政事。姐姐，别不理我，我哪里做的不好，我都改。我真是吃错药了，居然做这么荒诞的梦。屋里给炮灰女配舔脚，离了大谱。梦都是反的，臭屋离现实里阴毒又恶劣，跟温柔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屋离不在，按照剧情，今天各族宾客给齐老献礼，3日后婚礼，我必须找到幻彩石。昨晚衣服明明挂在这里的，怎么不见了？完了，这跟公开处理有什么区别？怪了，日败族祈福不是都挂红绳吗？怎么挂了块小霸头？确实稀奇，头一回见。要不飞过去看看上面绣的什么祈福经文？别过去，千万别过去！没眼福了，罢了。献礼时辰快到，该动身了。日败如今越发鼎盛，连生苗都来了。巫蛊族自从18年前圣女去世，厉害的蛊术都快失传了。小点声，别招惹那些人，邪得很，邪得很。收干了。无离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我不够绅士吗？好心给他晾衣服、收衣服，还亲自送到面前，不就是看了他的2天馒头吗？大不了赔他2个馒头就是了。不识好歹的女人，要不是看他身体里住着我的毒蝎情蛊，早就够他死个百来次了。留他一命，一直陪着我。这位小兄弟，可否看到一枚玉佩？我刚才经过这里，遗失在此处了。应该不在这儿，我们去别处找找。完了，看走眼了。巫蛊族的人果然惹不起。为何要去别处找？
不就在这儿？这是我家祖传的物件，多谢小兄弟捡到。哦，对了，我方才听见二位说，厉害的蛊术快失传了，要不要亲自尝尝？怎么还是那身花蝴蝶？滚！你在和谁说话呢？完了，我怎么忘了？昨晚明明说好了，他不道歉，我绝不跟他说话。还有今早的内裤事件，怎么就因为好奇心破戒了？什么？你刚在和小鸟说今天天气好好啊？我也这么认为。无礼！给齐老献礼的时辰都快过了，你还在这磨蹭什么？如果嘴里逃出来，吃力去死！你别下这口气，现在下井我又不难看。奇怪，他脾气那么差，怎么好像从不把别人的辱骂放在心上？到底是什么时让他被这么亲近？这称呼也太刺耳了。时辰到了，我自会去，你管好你自己就行，尤其是管好你的眼睛。怎么没把衣服换回来？小蜗牛，姐姐穿这身衣服好看吧？女孩子穿衣自由，你说对不对？他跟这么个小东西说话倒是软的不行。从昨晚到现在，对他又是什么态度？小蜗牛呀，是不是总有人说你走路慢攀攀，笑你磨磨唧唧？是赤血残在，好像又不是。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是在对他说吗？真的不准备理他了。那口堵在心头的气不但没散，反而更加滞涩沉重。一种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争从。我要去鼓楼给日拜族长献礼，你就在这间屋子里待着，别乱跑。最多只能在这附近逛，不可离这座楼太远，听到没？当一辈子哑巴算了。幸好他没有带他一起去，这样他才有机会单独去找幻彩石。这都第63任夫人了吧？一把年纪还能娶如花似玉的少女，当族长可真有福气。听说那梁崖州的公主才19，真是一颗大白菜被猪拱了。瑶瑶，等我。少主，该撤了。这是巫蛊族的献礼，赤血蚕，请族长笑纳。请族长笑纳。好，很好。巫蛊族这次的献礼真是有心了。赤血蚕，小胖，你去打听一下那人的来历。是，少主。那你……我自己去找，你不用跟着我。瑶瑶就在那里，我必须在婚礼前拿到幻彩石，给她远走高飞。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你确定是这？一定在里头。要是里面没有幻彩石，我这辈子都混得不如豆浆。喂，你这是在质疑本油条的专业素养？你一根油什么专业素养可言？行，你一根油条能吃什么？我靠，吓死你姑奶奶！阁下是中原人，居然能在寨子里听到欧丽话语，都快把嘴皮子练废啊！对，我妻子来自灵宇州，名唤小米，他乡遇故知。什么？你是灵宇州的百姓，我是你们的少主啊！你说你是灵宇州的少主？南疆之役？不是，怎么长这样？这就是倾城容貌的女主舍弃男配，挑选的男主？
帅吧？他犯了大忌，男人一旦觉得自己帅，他就不帅了。真不愧是我们少主，长得还行。怎么说呢？好看是好看的，但远远不如乌离那般令我惊艳。珠玉在前，瓦石难当。阳光系的，大概女主就吃这一款。你一小姑娘好端端跑这儿来干嘛？还不是为了你，我敬爱的少主。天下人皆知，少主你心悦凉霸州公主，而公主却被当作交易嫁到苗疆月拜，都是那块幻彩石惹的祸。我若是替少主偷到了幻彩石，公主岂不是就能嫁来灵宇州？想不到竟然有一位百姓如此替自己着想。正巧，我今日前来就是窃取幻彩石，我们一起合作行动。事成之后，我定会好好报答你。那感情好啊，我们一起上去找。走了，有姐姐被人发现了。怪我没事先探出，你先找地方躲起来，我去引开人。此事需要从长计议。少主保重，回见。他有主角光环，不会轻易挂的。我好不容易拥有一件当地的首饰，就这么被他薅走了。明明他身上挂了那么多漂亮的银饰，连一串小铃铛都要和我抢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好，哈哈，哈哈。娘死就糊了，就剩1号。骂的太脏了，系统自带屏蔽功能，我翻译不出来。骂的有多脏啊，能让人瞬间飙泪。是女主宋月瑶，和她想象中一样惊艳夺目，十分大气的长相，有种国泰民安的美。忽然感觉江之有些配不上了。这神情是一见钟情吧？有点不太确定。毕竟这位少年为了得到喜欢的人，不择刀下擒果，想玩强制爱，脑子肯定不正常。常人的思维跟不上变态的，谁知道变态的一见钟情是怎么演绎的？我必须趁这簇邪恶爱情的小火苗还没燃起来之前，给它扑灭喽！啊，糟糕，好像吃坏肚子了，好痛呀！你在这儿，大哥，你不是把我当药人养吗？作为饲养员，怎么不管一下我的死活啊？哼，平时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，一看到美女姐就上头了。小米，你没事吧？是不舒服吗？需不需要我扶你去休息？不需要。这位是我的夫君，就是他，巫蛊族那个现出赤血蚕的人，居然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养蛊的器械。夫君说过，只有圣女的血才能滋养制毒之物，否则极易遭到反噬。我派小胖去查，却什么都没查到。夫君，回头跟你解释。江之羽心地善良，要是知道他的子民在巫蛊族做药人，肯定当场翻脸。他和巫离现在不能反目，得维持表面友谊，剧情才能继续。而且把巫离说成我的夫君，还能给他和女主之间添点阻碍。夫君，抱歉哈，他这会儿心情不太好。你们真是夫妻？这个少年态度这么冷淡，而且他是巫蛊族人，巫蛊族向来不和异族结亲，怎么可能会娶她？夫君呀，别气了好不好？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冷战了。你瞧瞧你冷着个脸都不帅气了，我都主动跟你说话了，你就不能给米米一个台阶吗？长这么大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昨晚分明还对人家行禽兽之事，快活完立马就换了副面孔，真叫人心寒。这是我该听的吗？又或者说灵宇宙的百姓，我应该去探听清楚。巫蛊族人都不是善类，更何况他还以自身血肉食骨，太过诡异。不调，宿主，反派的脖子和耳朵好像变成猪肝色了，真是纯情小狗呢。不过纯情小狗最后居然会黑化成上演强制人的风潘，想想都恐怖。幸亏及时让他闭了嘴，否则还不知道说出什么样惊天动地的解。我瞧未必，简直是离经叛道，什么话都敢往外说，不知是当真不知羞，还是……二位若真是夫妻，可否告知外族是如何嫁进巫蛊族的？这小姑娘看起来天真无害，说不定是被这个少年骗了感情。凭她这张脸，确实容易让人上当。她是我的人，
哦，不是说巫蛊族不能与异族通婚吗？与你何干？不是错觉，他的语气里有藏匿极深的恨意。可这时候他还没爱上宋月瑶，也不知道江之羽是宋月瑶的青梅竹马，怎么会恨？正好我之前钻研过微表情，这几日朝夕相处，也能摸透他一点心思，不然还真察觉不到。小美，你怎么了？我下的牙蛊没有让人腹痛的功效，他在装什么？疼，我可能有了。有什么？夫君，我们的孩子。宿主，你疯了！这种谎也敢撒！再说一遍。我这个月信期没来，又突然腹痛，会不会是？好，若真有孕，我自会好生照料；若是假的，这二人的相处方式实在古怪，不像夫妻，倒像猎人与猎物。可那姑娘眼中的情谊就不似作为。这真是一个老人能发出的声音吗？瑶瑶，不对，给我回房待着，外面无论发生什么都别出来，胆敢乱跑，打断你的腿。夫君放心，我不会带球跑的。不是，这发展对吗？月拜族长为何突然发神经？原著里好像没这段啊。蝴蝶效应，剧情发生微小波动变化是正常的，正因如此才需要宿主你来改变最终结局。当务之急，我们应该尽快偷到幻彩石。可是那边好像有结界，他甚至连结界是什么都没调出来，只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。想要破开结界也不是没办法。该不会你有金手指？这就是你口中的地图漏洞。要不是因为我是系统，除了狗子本狗，谁能探查到这块地图里有一个狗洞？你还不夸夸我？不错，你挺棒，获奖。比豆浆稍微差那么一点。瑶，别消失。他平素善用师傅所教的御剑之术，不容易消耗体力。可见此时正留在房中，再回去取已来不及，生怕一眨眼，他便消失在苍茫夜色里。好重的妖气，这楼不对劲。心中愈发后悔，自己没把剑带在身上。灵宇州的少主这么弱，正疑惑他是怎么认出自己的。一定是那位姑娘将自己的身份透露给了他的夫君。我虽然轻功弱了点，但是剑术挺强的。只不过眼下我有要事，改日跟你再续。这栋楼里妖气极重，可能有只千年妖物。这位小兄台，此地危险，不宜久留。你还有个未出世的，说的就是千年老妖，不是千年的我还瞧不上。兄台，连他的师傅也对他妖都抱有3分敬畏，何曾有过这般气定神闲？真是不知者无畏。就凭我们怎么可能捉住一只千年妖？别天真了，趁妖物还未发觉，你赶紧离开。闭嘴！谁跟你一起说？有一个人绰绰有余，走远点，别碍我的事。跟破残年轻时的絮絮叨叨没完没了，和柴小迷人一匹。罢了，总不能见死不救。少年对自己的妻子尚且都挂着一张冷冰冰的脸，气息冷冽骇人了。所以江之玉并不介意他对自己。身为灵宇州少主，他自幼养尊处优，身边皆是看他脸色行事的仆从。从人物到宋月瑶的美，久而久，常觉得身边连个说真话的心地纯善。此时不走，便来不及了。这妖物交给我，你快退出去。进了我的地盘还想走？哪有那么容易？瑶瑶很可能就在其中。妖孽！速将这些人放了，我或可饶你不死！毛都没长齐的小鬼，我与你祖宗同辈，你也配威胁我？信不信我立刻将他们杀尽？哦，那你杀吧，或者我先替你杀一个。瑶瑶！
原来是树枝变作的幻象。刚才关心则乱，差点着了这妖物的道。糟糕，是更强大的幻象。这些符纸都是他师父用灵力绘制，一旦被点燃，必然能察觉出异样。我这次为了抢婚，瞒着父君从皇宫偷跑出来，不到关键时刻，本不想泄露自己的行踪。兄台，你撑住啊！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谁能想到小说开创的重宝，只需钻一次狗洞就能到手。在原剧情里，乌离可是杀了齐老才夺得这幻彩石。如果他知道，其实只要俯身爬过这个狗洞便能偷到，不知道以他那么高冷傲娇的性子，会不会屈身爬一回？哎呦！油条，说好的金手指呢？你不是说除了狗谁都不会发现这漏洞吗？宿主，你是开了金手指，但它有主角光环啊！不愧是主角光环。宋玉瑶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柴小米，是灵宇宙的人，专门为少主和你的爱情保驾护航。喏，这是幻彩石，我专门偷出来给你的。放心，有我在，谁都拆不开你们这对 CP。可眼前小主公的一玉掌指，却让他莫名感到一丝亲切，竟萌生出几分对他保护欲。谢了。你去哪儿？救人。他们俩还处在幻象中，要是一直陷在幻象中，必死无疑。江之鱼有主角光环庇佑，遇到所有困境都能化险为夷。这世上真正威胁到他的，唯有彻底黑化中的反派。可若是反派此刻有个三短两短提前黑化，导致剧情彻底崩坏，他还怎么回去？女主宝宝，等等我跟你一起去。这是哪儿？能不能快点啊，小种！那么屁大点的小不点儿，被差枕着做活也就罢了，居然还嫌他做的不够快。不好了，屋里把祭碗全打碎了，快去告诉族长和大祭司，让他好好受顿罚。你妈个兔崽子，这也说瞎话！明明是你动手导致的。小小的身子，好乖，好萌，却安静的让人心疼。真是个乖宝宝，做什么事都很认真。你怎么不哭呀，小不点儿？憋着的话是会憋出病的，只有哭出来，心才会松一些。是乌离，更确切的说，是乌离幼小版。可有人愿替乌离受罚？20鞭只能你自己受了，你可知错？我知道错了，阿公。叫族长！你阿娘身为圣女，不知廉耻，与外族人私通，诞下你，断了圣女一脉传承。我没有那样遭人唾弃的女儿，更没有你这种外孙。快住手！他这么小，会被打死的。有一种孤魂野鬼的无力感。原来赤血蚕这么早就被种在了他的身体里，以他的血肉为食，也算是因祸得福。方才听离开的人群中有人提到，族长去找大祭司谈话了。乌离打碎祭碗，我已经狠狠惩戒过，恭迎大祭司出关。那兜帽底下怎么瞧都是黑黝黝的，总给人一种里头是空的错觉。不心疼，那毕竟是你女儿留下的种。大祭司恕罪，5年前无影私自与外族男子私奔，逃离赤山，还生下孽种，致使圣女一脉断绝。若非他体内有至纯之血，
我早将他捆于神树之上，焚身祭天了。可惜啊，圣女之血尚能通过女婴代代相传，而至纯之血却无法借由子嗣延续。雪花族纯正血脉，一生生除的血为圣，江山一拳，将在下男人私奔，继承血脉，就此断绝。焚身祭天，族长莫非忘了，拥有特纯之血者，换做寻常人早就疾病缠身，一奄一息了。是他。如果可以，我很想把他抱起来，这样他的脚就不用被烤了。几乎无法想象那气味刺鼻的水是怎么被他喝下去的。原来就是这条臭水沟。我记得后来屋里那家伙还故意骗我喝过里面的水。这是糖水，很甜很甜的糖水。喂，小不点儿，别喝了，这水里有虫子，喝了会生病的。乌离不被允许擅自触碰寨子里的任何东西，包括族人共用的水源。若是去山里取泉水，得走极远的山路，还得有容器搬回来。对他那么小的年纪来说，实在太难。好在小小的脑袋装着大大的聪明。他好像很期待下雨。稚气未脱的脸蛋像小女孩一样漂亮。雨不会天天都下，但乌离用这个方法蓄了不少雨水，终于不用再喝臭水沟的水了。在没有人教他任何生存技能的日子里，他全靠自己一点一点摸索，学会了怎样生存。吃啊，赏你的，你两子。那堆草垛曾是他每晚睡觉的地方，草垛烧了，他的家也就没了。用我的血养这些毒物，你就不怕日后他们只听调遣，为我所用？我只需调遣你便是。你若不听的话，我也不愿对你这样。只要你听话，好生养着这洞里的宝贝，我便准你养几只自己的蛊。你不是还要替你阿娘找那负心人报仇吗？阿娘是他自己眼瞎错脱了人，有什么仇什么不甘都是他自找的，与我何干？一个连面都未见过的女人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替她报仇？你会的。前些日子你消失时，偷偷去见你贱男生父，你甚至比吴环还要恨他。我为什么要恨他？他不过是个陌生人。因为他有爱，却从未分给你一丝一毫。我才不稀罕什么爱。世间万物都渴望爱，若垂死之际，难道就不期盼有人为你落一滴泪？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，雨水才珍贵呢。更何况我又死不了。还嘴硬，你根本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死亡。三十已过几番轮回，可人怨竹屋十倍于一剑，落日余晖里那张逐渐清晰、令人心悸的侧脸。幻灭空只有水草般黄昏，韶华尽头三生。我竟然真的碰到了他。岁月谱写一世上断肠，五月上遍寻深浅山后茫茫，未解忧。喂，不是将来无理形象大反派吗？你别死，这不对。不是注定要成为古王改写结局的终极大 BOSS 吗？这么强大的存在，怎么倒在青涩的12岁？你不是不死之身吗？鞭子打不死，蛊虫咬不死，怎么能被水咬死？哪家反派死的这么窝囊啊？传出去连读者都要笑话的。在得知自己被毒蝎蛰死时，他都没有这么团宠。他说吞在家人满满包围的暗夜里肆意生长，他的人生幸福圆满，没有认钱的少年。他究竟有没有尝到过甜的滋味呢？宿主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你先别难过，反派没那么容易死。目前的情况有点诡异，本系统初步判断是……对哦，是了，他是反派，是未来的香古王在自里当祸。虽然人已经白，这么齐心死在只能再抢救一下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，这不是亵渎未成年，这只是人工呼吸。三生梦见百岁山河。笨蛋，睁大眼睛瞧仔细了，你面前的是什么？韶华尽风三生梦分天烛，岁月谱写一世上。乌离，你没死啊？我有那么容易死吗？你刚只是进了树妖给你制造的幻境罢了。等你将来驾鹤西去，我还照样活着。
所以用不着你学子，有什么好哭？太好了，你想喝糖水吗？我请你喝糖水。曾经总听人说糖水是甜的，后来长大后终于尝到，却觉得不过如此。也许是早已过了渴望糖水的年纪，又或许是早已习惯了苦的滋味。你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，再说一遍吧。我居然差点忘了，他身上种着说的情蛊啊，所以他理所应当亦将尽数附着于他。幻境能昭示人心里最恐惧，他之所以心里最害怕他离世，为他做的也不过也是因为情蛊在体内的点催化导致的。不喝，我讨厌吃甜的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什么都不喜欢。小姑娘，你怎么不问问我喜欢吃什么？嘿嘿嘿嘿，我啊，就喜欢吃你这样的细皮嫩肉，模样还俏生生的，真是令人垂涎欲滴。本系统刚才判断过了，目前在你们面前的是一只早就成精千年树妖，此种妖名为芭蕉精，树妖中修为最高的一种，比你先前在山里看到的那只可厉害多了。它的本体和枝干都可以自由幻化成人形，还给人制造幻境。在本小说中，这只是属于 SS 级别的妖，以目前主角团的能力，未必能与之抗衡。宿主，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SS 级，怎么新手村一上来就玩这么大？老东西，恐怕叫你失望了。他可不是什么雏儿，他怀着身孕，怕是不合你的胃口。身子脏了，实在叫人倒胃口。瞧着年纪轻轻，竟已行了那苟且之事，真是世风日下。你才脏，你全家都脏！你个老妖怪，活了一把年纪知道讲究个人卫生，连澡都不洗，难怪枝条发烂发臭，树皮都烂出汁了，还好意思嫌别人！我最讨厌你这种不讲卫生的邋遢东西！呸！明明胆子小的连只老鼠都不如，这会儿贴着他的身子都在发抖打颤，可是脾气却不小。他长这么大就没见过比他还爱生气的女子。小事，难不成中原的姑娘都这样？他原来这么讨厌脏啊！倘若他见到他幼时匍匐在泥泞里喝臭水，与狗情时，不知会厌恶成什么样子。算了，你这老妖怪啊，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啦！枝条烂了还能砍，根子要是烂透了，那就没救喽。哪像我家夫君，明珠就算暂时蒙了尘，擦一擦，照样是颗顶顶漂亮的明珠呀。那你又如何知晓明珠被切开之后里头是什么样的呢？说不定比蒙在上面的尘土还要脏，烂透了，臭不可闻，让你看一眼就想吐了。那还不简单，你先扒开让我瞧瞧嘛，里头到底有多脏多烂，我得亲眼看看才知道还能不能收拾干净呀。你夫君别这么小气嘛，咱俩谁跟谁呀？给我看看怎么啦？哦哟，我们连宝宝都有了呢，你还在害羞什么呀？咦，夫君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，耳朵也红了，是不是发烧了？真正的耆老应该早就死了，如今的耆老是妖精伪装出来的。该妖物雌雄同体，想要永久化成纯粹女体，必须吞噬100名未破身的处子。难怪他娶了那么多新娘，既要漂亮又要处子。本想在这安心享用我的食物，是你们坏了我的好事。今夜你们一个都别想走。另外2人呢？江之熙和宋月瑶他们去哪了？那2位不及回首的美景相赠，暂且让他们在幻境里多留连片刻，好好享乐一番。你生的这般俊秀合我心意，我只差2句纯音处子身炼化，便可脱尽草木本相和我。也况完美女儿身，破了我的幻境桎梏，不如弃了眼前情束缚，随我修行相伴，往后逍遥自在，岂不比困于俗世快1万分？跟了你有什么好处？自然是饶你一命，好好疼你，逍遥快活。眼下我最中意你，小郎君，我可不是在商量，你没有拒绝的余地。我不同意，他是我的，你休想打他主意。SS 级又怎么样？宿主，你是准备拼死一搏吗？油条，快帮我搜寻一下这鼓楼里有没有狗洞，差点被你装到。男女主有主角光环加持，像他这样的小卡拉米，当务之急是带上小苦瓜，伺机开溜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，不如先把你嚼碎了。这 S 级的妖物怎么吼完就没下文了？哦，一定是剧情设定，怪物总得先嚎上一阵，显显威风。无离，真想把他嘴堵上，可是他呜哩呜哩喊个不停，嗓音轻轻柔柔的，从未有人这样唤过他的名字。无离，别怕，别怕。周遭喧嚣蓦然一静，身体内的血液却开始喧嚣躁动，不知是不是赤血惨蠕动至了心脏处，还那里一直砰砰跳个不停。大门被堵了，但西南角有个狗洞，待会儿我数1、2、3，你就往那儿跑。
先走，我断后。明明胆小的要命，钻狗洞逃出升天，也就他想得出来。好啊，我等着。1、2、3。没空陪你玩了，给你2条路，要么解答我一个问题，要么痛。2选1，请吧。活了上千年，头一回在面对这位青涩少年时，自心底涌出阵阵寒意。你在那赤血禅里加了什么？无甚特别，不过是用我的血养了他一些时日罢了。如何？至纯之血养出来的赤血禅，滋味可还鲜美？不对，有问题。说他醒来躺在狼藉里，定要没完没了聒噪，又会哭个不停，眼泪鼻涕往我衣服上蹭。求公子高抬贵手，我树妖一族修成人体，比别族艰难100倍。你想知道什么，我全都如实相告。不过是个小问题，3生百暗花何处可寻？梁崖州内有一处幽泉镇，镇中泉底沉着一块3生石，石畔便生着3生彼岸花。只是那泉底传言直通冥界，摘花之人往往有去无去无回。是又如何？不是我自传，若是情蛊，我倒非用。曾听人提过另一种解法，只需结蛊者与众蛊者完成合婚仪式之时，让众蛊者吞下下蛊者的血，蛊便可解。红椒，你要做什么？我的药丹就藏在根系里。自然是卸磨杀驴啊！该问的都问到了，那你便没用了呢。1000年也该快活够了，老东西，乖乖赴死吧。熊台，小熊台，你可还好？还在里头吗？熊台，熊台，熊台！这是我离开灵域州以来遇上的第1只大妖，此前遇到的不过小境小界，伤人却不害命。喊什么喊叫混闹！先对付那芭蕉精要紧。妖孽，你作恶多端，今日我便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替天行道。若不是这妖物，瑶瑶不会被逼嫁来此地。先前那些新娘与那少年也不至于无辜丧命。这大妖这么不堪一击，难道我的剑术已精进至此？回去定要禀告夫君。别杀我，我也有苦衷。我强行修炼不过是想护住我的子孙，我虽有死了，他们就再无依靠了。这颗妖丹居然已经有些碎裂，难怪方才他如此虚弱，一击便倒。还等什么？赶紧毁了妖丹！瑶瑶，当着这些孩子的面，我实在下不去手。那你背过身去。罢了，终究下不去手。这妖丹还是带回去将由师傅净化吧。真能睡啊！你笑什么呀？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啊，我们逃出来了！兄台，太好了，你没出事，我还怕赶不及。若是等你来救，我们恐怕早已尸骨无存了。哎，小米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呀，你何时跟来的？听到你说这里有人有危险，所以我就擅自跟着你跑来了。你会武，或是懂些术法？都不会。既然没有任何傍身之术，那明知凶险，怎还贸然跑来？你不怕出事吗？他当然不怕。有人是嫌命太长，听见哪儿危险就往哪儿凑，赶着投胎似的。下次若还想送命，记得赶早，好吗？乌离离开时明明叮嘱我回房去，是我没听话。好，对不起乌离，我来晚了。方才那番话，
难道我说的太重了？人平安就好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不同自家夫人计较。小米还有身孕，你早些带她回去歇着吧。原来是一对少年夫妻，竟连孩子都有了。他在惊讶，乌离会在意吗？毕竟在原著中，乌离曾费尽心思将琴骨下在宋月瑶身上，更是因爱生恨，用尽手段想要毁了江之羽。他必须阻止，必须改变。可乌离竟没看宋月瑶。夜深露重，小米并非习武修术之人，身子不比我们硬朗。若是染上风寒，于他于腹中胎儿皆是不好。有什么不快，不妨暂且放下。你有父亲吗？兄台此话何意？自然是有。这少年明明已知晓我是灵宇州少主，天下谁人不周主虽病体缠绵，却依然健在。偏偏他还问出这等伤人冒犯的问题。那他没教过你，少管别人的闲事。堂堂一州之主，连儿子都教养不好，莫非是只生不养吗？我虽贵为少主，自幼养尊处优，却也随时历练静气度，能忍常人之不能忍。旁人态度不善，我可退让。夫君待我，临经动荡的危上，但若涉及父君，我必定护我一方安宁。那是世上最好的福气。叶风略，两人之间如有无形锋刃相接。别生气啦，我不乱跑了。这种酥酥麻麻的触感，像无数细小蚂蚁在皮肤下轻轻游走。从未有人这样牵过我的手，更不曾有人以这般亲密又忠挚的方式将手指拉入肉的真相，在房间阳光时偏柔软有限。可此刻它是冷的，比我更冷，好想抱它。夜深露重，他既不通武艺，亦不修术法，只着一件单薄苗裙在夜风里吹了这么久，不知不觉又浑身沁凉。尤其这双手，纤细柔软，从未沾过阳春水的娇贵模样，说不准是中原那户富商家里抛出来在他杀前间。这麻烦，只能我闯进了自己手。走了，我说走，听没听见？瑶瑶，下次能不能轻点，会打傻的。不能，我生来就是只母老虎，你若不满，大可不必千里迢迢追到这儿来，去找只温顺乖巧的小兔子便是。不去不去，母老虎好，母老虎多威风啊！自从瑶瑶被梁崖州接回，又奉命筹备1月未见，此刻我再也顾不得他人，只想自不离跟紧我家瑶瑶。日拜族长的身份既已揭开，真正的耆老也早已亡故，往后诸事还需从长计议。等等，怎么？脚麻了，头也晕晕的。乌离，我好像不止脚麻，还发烧了。可怜呆瓜，还能走吗？待爬上来的力气总还有吧？为什么要骗人？说你怀着身孕？哦，早预料到乌离会问，我早就在心里编好了一套说辞。他可瞧着那个人像是看上我了，故意这么说，好断了他的念头。他可是灵宇州少主知道，我哪敢不从？所以只好委屈你冒充一回夫君啦。你是猪吗？我很轻的好不好？一点都不重。笨蛋，我指的是你脑子。你有本事再说一遍。连傻子都看得出江之友喜欢宋月瑶，你打哪儿学出他喜欢你的？我猜的，凭女人的第六感。那你呢？什么？书中说，哦不，大家都说宋月瑶是梁崖州第一美人，那么好看，谁见了不心动？你喜欢她吗？宿主啊！救命！你脑袋里太烫了，快把本系统的 CPU 烧干了！你怎么不回答，乌离？那就是承认了。原来刚才他表情淡淡的，只是装的，喜欢却没表现出来罢了。总之，谎我已经撒出去了，你就行行好，往附近一份，弄得圆下去了。可怕不难管养过这别进你嘴之仇呢，你不是最嫌麻烦？笨成这样。好热，这温泉起码有45度，这样的温度泡着头晕，没一会儿就满头大汗。好完美的肌肉，这样匀称起伏的薄肌线条，微微隆起，沟壑清晰，按序力道，恰到好处，多一分则硬，少一分则弱。人呢？
自从前日被那大妖的幻境免住，我就反复做这个梦。大概是因为最后眼睁睁看着乌离沉入池底，那一幕在心底烙得太深。我还以为他们早已趁乱离开了日拜。照理说，乌离在见到宋月瑶之后，理应决意加入主角团才对。可看他这几日的模样，似乎仍在犹豫着什么。女主宝宝，这称呼虽怪，却不让人讨厌，倒有几分亲密。只是宝宝二字，总像是在唤幼儿。小米，你今年多大？19。19啊，19啊。只是这货似乎不太听江兄使唤，若胜马碰，免又使唤。姑娘家果然就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。年轻人送心上人吧，小姑娘都爱这样的，就是贵些，比你拿的那条贵3两银子。斗篷而已，能遇难便好，哪有那么多讲究？乌离，这是你特意为我挑的礼物，对不对？你怕我着凉。多花那3两银子，好像也挺值。想多了，路边捡的而已。我从不费心给人准备礼物。你若是再生病，别指望我再背你。仅此一回，没有下次。你的嘴是漏勺吗？吃什么掉什么。谢谢你啊，夫君。这甜味，好似又不是从哪里飘来的。浴火之术，师傅确实教过我，可方才那簇火苗来的突起，和我自身半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何时施了术法，念了咒语？一哥，江爷爷这称呼实在叫不出口。既然女主让我喊姐姐，我就称宋瑶瑶瑶姐，叫江之一玉哥。玉哥这个称呼倒也亲近。瑶瑶素来不善道别，这才由我开口。今日是此番能拖出芭蕉精的幻境，多亏小米道出的那颗幻彩石。天高海阔，山长水远，此去一别，未必再有重逢之期。小米，我们今日便要动身前往梁崖州，特来向你和你夫君辞行。不理，若不介意，也可随小米唤我一声江哥。今日认了个妹妹，正好，我还缺个弟弟。上来就认弟弟，也不先问问年纪。是我冒昧了。看你与小米年纪相仿，不知乌离兄弟今年贵庚？我夫君18，他最小，是忙内。忙内？我从别处听来的，只是个称呼罢了，就是一群人里年纪最小的意思。江之羽既主动递来橄榄枝，这正是让乌离与他缓和关系、结下情谊的好时机。说不定将来乌离便不会因女主而与男主反目成仇。你别总冷着脸嘛，这样多让人不敢亲近。我看江之羽是真心想和你交个朋友，大家能遇见本就不容易，多难得呀！你就认下这个哥哥嘛，他可是灵宇州的少主呢，遇到这样的大腿可得好好抱住才对。又是那股甜味哦，少主啊！哥哥，哥哥，那么这位我该叫姐姐。